大家好，我是扫地僧。我认真的想放个狠话，赌上我几十万粉丝。听好了，就算美联储在2024年降息，房价也将会如冲价一样，至少要跌一半，甚至跌个90%。所以普通人千万不要买房，因为晚一点买就会便宜很多。记着，能讲出这种话的人呢，不是没有买过房的，就是想骗你关注的。那我们也要恭喜这种人，让他们继续活在自己的世界就好了。但是今天，如果你想要靠买房来赚大钱的话，你一定要记着，这个世界有3种人，他们对投资房地产的角度都不一样的。所以你选择让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得到的结果就会是什么样的。第一种叫做炒房客，炒房跟炒股的意思都是一样的，就是希望快速的通过价格差来赚钱。也就是绝大部分人的理解，100万美金的房子涨到200万，那我就赚钱了。如果100万跌到50万，那我就亏钱了。对于这种人来说呢，他们极其关注中短线的房价，因为他们的目标呢就是赚到钱就跑。他们买房的时候，甚至可以连房子都不看，然后就直接买的。在08年金融危机之前呢，美国大部分的人都是这种炒房客。因为当时连乞丐，也就是身无分文并且没有任何工作的人，都可以获得银行的贷款。那当每个人手上都有几十套房子的时候，房价就会不断的暴涨，美国的银行就可以玩不断的借钱收利息的生意，结果房价的泡沫就爆破了。所有炒房客能破产的就是幸运儿，因为更多的是无数人跳楼轻生。而借钱给他们的银行呢，早就把这些债务卖了出去，并且获得政府大量资金的援助。很快，政府为了救房市，所以就大量的印美金，这些银行家就继续的赚更多的钱。但是经过这一次过后呢，全世界的政府就规定，银行借贷是有严格的资产评估的。简单来说，就是今天你想要跟银行借钱买房，不是说你想要借，他们就会借给你的。他们要看你的薪水，看你的资产，看你的年纪等等，借钱的门槛就变高了。所以这些年的炒房客就少了很多，大多数都是一些暴发户啊、富二代啊、小老板啊，或者一些炒股的股民啊等等。我自己在股市就是属于第一种人，炒股的只要做好风险管理，确实可以利用股票流动性高的优点，一买一卖来赚钱。但房地产投资的话，我是属于第2种人，也就是投资者。原因很简单，第一，每一次买卖房地产都有很重的税以及房仲的佣金。第二，08年之后，全世界房贷都变困难了，而且很多地方都有政策去限制炒房，比如说限额限购啊，你一个人只能买1套，或者规定你短时间内不允许卖出，否则就要交中税等等。所以有些政治家就会说，房子不是用来炒的，但这就被解读为政府打房，然后房价就会下跌了。其实不是的，因为房子对于我们投资人而言，就是用来长线投资的。所谓的投资是一个计划，我无论是买股票或是买房，我都有一个计划，就跟打仗一个道理，我必须进可攻，退可守。今天美联储升息了，房价不涨甚至下跌怎么办？很多人说房子可以自住，那这就不叫做防守，因为你每个月依然还是要还月供，而且升息的时候，你每个月要还的房贷和压力就会增加，而且房价账面上还跌了不少，你这个行为呢，依然还是被套牢的。而我们投资人的做法呢，就是在这种大家都对房价很悲观、很恐惧的情况下，先找到那些比市价便宜的房子，然后就去砍价，把原来低于市价的房子再砍得再便宜一点，然后买入。比如说100万美金的房子，在经济不好的时候卖90万，然后被我们砍到了80万，那我们是不是省下了20万？这20万美金就是我们的利润软垫。什么意思呢？首先，本来100万美金的房子，我可能要付30万作为首付头款，然后跟银行借70万。那现在房价才80万，那我头款依然付30万的话，我是不是只需要跟银行借50万？那请问，我本来跟银行借70万，现在只需要借50万，那我每个月还的钱是多一点呢，还是少一点呢？你借的钱更少，但还的钱就更少啊。所以你先记住第一点很重要，我们投资人一定是在房价下跌的时候去买入房子的。OK， 然后第二，我们投资人买了房子之后，基本上中短期就不会卖，
因为我们赚的不是房价涨了之后卖出去的钱，而是每个月房租给我们带来的被动收入。上一集影片有简单的提过，富人是如何掠夺大部分人的劳动力。第一就是去做生意，让员工替我们赚钱；第二就是在各种投机的市场把散户的钱都赚走；而第三，也就是我投资房地产的目的，收房租啊，让员工把赚回来的钱都返还给我们。所以很多人都误会我们，以为我们是无脑的看涨房价，其实不然，我们比任何人都更渴望房价下跌，因为我可以用更便宜的价格去买房，然后出租，就像玩大富翁的游戏一样。细节呢，等一下再讲。而第三类人就是占据80%的普通人，他们对买房有刚性的需求，永远徘徊在买房跟租房之间。租房吧又觉得不划算，因为每个月的房租付了之后就拿不回来了；买房吧可能预算又不够，或者很怕一买了就下跌，更怕买了之后负担不起，不想一辈子背着房贷。所以这种普通人呢也可以分几类的，但这可能会得罪很多人，我本可以不讲的，但我知道这些不讲大家就看不到真相，也希望支持我的兄弟姐妹可以为我点赞撑腰。那第一呢，就是那些一辈子都买不起房的人，这种人最喜欢告诉你房价就要崩盘的消息。很简单啊，反正自己不会买也买不起，那么看人亏钱就是最爽的，所以他们经常埋怨社会，散布谣言说房价泡沫就要爆破了，很多人将会负资产了等等，这样他们才能找到自我的价值。因为如果大家都没钱了，那就人人平等了，这样才公平嘛。而第二类普通人呢，也是我最希望这部影片能对他们有用的人，就是那些把买房当作是人生最大梦想的人。他们一般买房是用来自住的，他们可能存了大半辈子的钱，然后才刚好足够买一套房子。买房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是人生最大的投资。这类人一般都是一些中产阶级，战战兢兢的工作，希望生活平平淡淡就好了。可是这种人呢，却是最惨的，因为他们最容易受到影响。首先，他们可能也会跟着那些没钱买房的人去抱怨房价太贵了，他们恨死了炒房客把房价炒得那么高，导致了他们买房的压力很大。但是从他们内心的深处，他们自己就是最希望变成炒房客的，希望自己用最便宜的价格去买房，买了房之后呢，房价就一直暴涨，让其他人都买不起。这样他们不但有了自己的房子，同时还可以靠这套房子上升一个阶层。但是拥有这种心态的人呢，基本上都是买不到房子的。很简单，房价上涨他们嫌贵不敢买，房价下跌他们更怕买了之后跌得更惨，怕自己买贵了，所以他们也不敢买。而这里面有一部分人可能因为要结婚要生小孩等等的原因，所以被迫买了房自住。前些年因为房价一路飙升，所以他们靠幸运赚了不少的钱，但是到了美联储升息了，房价不涨了，甚至有些调整了，他们就很害怕，然后就被那些买不起房的或者只想要蹭流量偏关注的所谓房产专家带了风向，他们被吓唬了，所以就在房价下跌的时候把房子卖掉，结果钱不但亏了，而且一辈子可能也不能把房子买回来了。那么你必须要搞清楚自己站在什么样的角度看房价，我们才可以交流的。因为我们看问题要看到背后的底层逻辑，然后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资讯。你希望一辈子都买不起房的，那你就过去听那些买不起房的人跟你分析房价，可能你还会爽一点。而这里呢，我只想毫无保留的分享鲜为人知房地产投资人的思维，以及回顾我自己2023年的房产布局。最重要的是告诉你明年降息对房价影响，还有我的布局。题外话，上一部影片预判美联储可能2024年会降息，结果当晚就直接宣布明年大概率会降息了。明明上个月才说不可能降息，但是我们英雄不提当年勇，没看的等一下慢慢回顾就好了。今天呢，只想要告诉你，千万别错过最后的内容，因为含金量特别高。而这个频道是专培养老板、投资家、有钱人的。如果你不想要错过后续更有用的资讯，你可以考虑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首先，在房价跌的时候，就是我们投资人的播种时期，我们可以用更低的价格去购买更多的房子，然后出租。很多人就会觉得买房出租的回报率很低啊。对啊，100万的房子1年收3万，确实很低，因为只有3%的回报率嘛。
但是100万的房子谁会用100万去买呢？我可能跟银行借了70万，自己出30万，也就是说我投资了30万，一年收回来3万，回报率是多少？就是10%了。而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呢？美联储升息了之后，房价出现了调整，然后大家都不敢买房，又或者有的人被吓唬要卖房的情况下，很多人都要出来租房子的。我之前的影片已经说过了，房东会把升息的风险转嫁给租客，有的人不信，那你就可以看看现在台湾、香港等等地方的房租涨了多少。也就是说，某些地方的房价从100万美金跌到了80万，然后你现在刚好有24万美金可以作为30%的头款首付，而这时候呢，租金却从原来的1年3万涨到了1年3万3，那么租金的回报率就等同于从10%提升到13.75%了。以我2年前在香港启德买的房子为例，在美联储升息的时候，我租给了一个韩国人，我多收了3000美金一年啊。所以很简单，我们投资人的策略就是在房价下跌的时候去买被低估的房子。我们是最希望房价下跌的人，很多房东都很讨厌我们的，因为我们砍价是最狠的。所以在2023年呢，我一直有关注台湾的房价，打算在蛋黄区布局几套房子。结果这一年的房价不跌反而涨了，我非常的失望。你会发现那些预测房价下跌的人在年底都不见了。其实如果一个人说预测房价，他不是未来回来的，就是脑袋有问题的，因为他们不需要负责任的，他们自己本身可能也买不起房。所以我今年很遗憾没有在台湾买到一套房子，但我关注了香港和内地的房子。在年头的时候，我在香港买了一套房子和车位送给了我的父母，然后年终的时候，在中国内地的深圳跌得最夸张的时候，我又小试牛刀的买了一套。在这个12月，因为香港降低了买第2套房子的门槛，所以我付了10万美金的税，又多买了一套房子。今年呢，我一共投资了价值400-500万美金的房地产，这是年税和房中佣金的数字。但我不是想要炫耀什么，认识我比较久的都知道我不是靠拍豪车、拍豪宅来博取关注的。我认为炫富反而会拉仇恨。那我现在这样做的目的呢，就很单纯，就只是希望对各位信任我，还有想要成为投资人的兄弟姐妹负责任，证明我自己也是身体力行的把钱投了进去。我们投资人要做的，就是在24年降息之前抄底优质的房产。很多人就会说没钱怎么买房啊？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卖菜的、扫地的阿姨拥有几套房子呢？再看看这个新闻，你现在还觉得他们是靠卖菜扫地来赚钱的吗？可能你读的书比他们还要多，但赚到的钱省吃俭喝下来，不要说一套好一点的房子了，连一个厕所都买不起。灵魂拷问，你甘心吗？我告诉你，真正让阿姨们财富自由的，不是他们用来消磨时间的那些扫地卖菜的工作，而是他们把握时机投资的股票。这时候你可能会想，他们都只是幸运而已，因为你在 IG 看到身边玩股票的朋友全都在亏钱，对吧？我告诉你，这是因为大部分的人并不知道自己一直在玩一个输多赢少的游戏。在股市里面跟买房是反过来的，因为有3/4的时间都是让你很难赚到钱，甚至是亏钱的。他们并不知道选对一次暴涨的股票跟我们没有读过金融学，会不会看财报，用不用长时间盯盘等等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是我们需要像开赌场一样，玩一个输就输1块钱，赢就赚1个亿的长期获利游戏。那么如果你想要摆脱上班的无限轮回，如果你希望成为我的弟子，学习股票自动交易的系统，我把今年买股票获利超过70%回报所需要的心法和招式都记录在一个价值1000美金的2023全新股票投资班里面。但是今天如果你有订阅和点赞，你不需要花1000美金，直接让你免费的去观看，而报名的链接呢将会马上下架，所以你可以马上在影片描述上的第1条链接去报名，就看你的手速快不快了。那么2024年美联储降息，房价会怎么样呢？别急，我必须要确保你悟到一个概念才能讲下去。经过08年之后，银行贷款给你，需要你先付一个头款，也就是首付。比如说100万美金的房子，你自己呢要先付30%的首付，也就是30万，
你付完这30万，银行才会把剩下70万借给你。这个30%的首付是什么意思呢？代表了今天房价跌了30%，是由买房的人，也就是你来承担的，跟银行一点关系都没有。100万美金的房子跌了70万，这个时候银行有没有亏钱呢？没有，因为只是把你那30万的首付款都亏掉而已。但是如果房价继续的下跌，那怎么办呢？银行就会向你追债，也就是 call loan， 让你把借给你的那70万还给他。这时候你可能全家的储蓄都拿去付这个首付款哦，所以你不但变得一无所有，你还要还70万给银行，那你会怎么办？直接断供啊，不还啊 OK， 这样就变成了银行的坏账，银行就只能把房子拿去低价拍卖。如果断供的人越多，银行的坏账就会越多，然后市场上就会有很多便宜的房子拿出来卖，也就是说供应也变多了。那会怎么样？房价再跌个40-50%，继而呢就会造成更多人断供，银行的坏账就会变得更多，这样银行就只能想办法把借出去的钱收回来。其实也没有什么办法的，因为跟银行借钱最多的不是普通人买房的贷款，而是企业做生意的钱，尤其是上市的公司，他们都是用股票做抵押来跟银行借钱的。如果公司还不上钱，就代表了资金链断裂了，然后可能就是倒闭或者是被收购，然后再还不上钱的话，银行就会卖出他们抵押的股票，导致股市崩盘了。结果就会像08年一样，你公司倒闭了，你没了工作，也找不到工作了，那就已经不是房价贵不贵的问题了，而是你能不能吃上饭，能不能活下去的问题了。这个呢就叫做金融系统性风险，等同于整个金融系统宕机了，崩了。你以为大家都是在同归于尽，可恰恰相反，出事的时候政府救的都是企业。你看看疫情的时候，大部分政府的免息贷款啊，甚至是直接给钱发的补贴啊，都是发给企业的。而有财商的老板呢，都会有后备的流动现金，或者像我就会布置黄金啊、劳力士可以变卖的资产。这些呢下一期可能会讲，所以不要因为自己没钱买房，然后开口就说房价暴跌崩盘，因为如果真的发生的时候，过得最不好的往往都是那些买不起房的人。08年金融危机就是这些人的结果。那重点来了，买房的人首付款最低要付30%，这个数字是谁来定的呢？就是银行和政府。一个国家的政府首要的任务就是必须要避免这种金融的宕机，因为宕机呢就会民不聊生。所以今天如果你所在的地方首付款最低要付30%的，那么就代表了银行和政府估计你那个地方房价最多也只会跌30%。你那个地方要付的首付款越少，就代表了政府和银行对你那个地方的房价越有信心。所以如果一个首付款需要付30%的地方，现在房价跌了20%，那么你大概就能猜出政府将会救房市，这个可能就是底价了。一个人为什么沦为韭菜呢？很简单，因为新闻都说了，专家都说了，等等的这些话已经可以让他们失去任何的逻辑跟理性。记着，成年人需要的是逻辑，小孩子才需要这种情绪。我们从来不会去预测房价，那我们会去预判房价涨和跌的后果。如果美联储降息，代表了他们会继续的打开印钞机，我们的钞票又会开始变得越来越不值钱。那么还是回到那个问题，囤积钞票就会变成世界上最愚蠢的事。今天你有1个亿的钞票，但是你不能用，只能放在银行，结果你挂了，一辈子都是穷困潦倒的。但是今天你有价值1个亿的大别墅，你一套自住享受，其他的收租，等钱花的时候也不卖，拿去抵押借钱出来花。请问你认为哪一个是真正的财富呢？所以这一刻，聪明一点的人已经开悟觉醒了，都知道房子或者是优质的资产才是真正的财富，钞票呢只是废纸。对于我们投资人来说，卖房等同于把资产变为废纸，这是一件很愚蠢的行为。我们需要钱花的时候，可以把资产作为抵押，但我们永远不卖。我们把房子视为终身的财富，我们存的不是钱，而是房子，持之以恒的，越存就越多。
除非房价可能会崩盘，否则房价的涨跌都跟我们无关的。这个就是投资人的思维，我们投资先想跌，再想涨。跌，我们可以用更便宜的价格买回来，收更贵的租；涨，我们可以把房子抵押更多的钱出来，买更多的房子，而不是去卖。所以首先你必须要理解，房价并不是被什么少子化、人口老化等等的去影响的，而是货币的政策。今天一个地方只有10个人，但是有100套房子，按道理来说是供过于求啊。但是今天我告诉你，这10个人里面每个人都有1个亿，而每套房子的价格呢，才100块左右。那请问房价是涨还是跌呢？有没有可能有一个叫做胖虎的人，会把所有的房子都买下来，让这其余的9个人都没有房子住呢？结果他们只有2个选择，第一就是离开这个地方，到其他国家生活；第二就是想继续的享受这个地方的医疗、教育、金融、文化等等优质的条件，所以就被迫一定要跟胖虎去买房。但是这胖虎把所有的房子都存起来不卖了，你们能怎么样呢？那其余的人是不是只能出高价来买？因为不买，他们就要搬离这个地方或者睡马路了。于是乎呢，房价就被推升了。本来财富大家都是平等的，现在都要转移到胖虎一个人的手上。所以房价的涨跌看的是市场上有钱还是没钱。2022到2023，因为升息，所以很多人都把钱存到银行收利息，大家都不去买房了，所以成交量才会下跌。升息呢，就等同于把市场上大部分的钱都冻结了。但是你可以看到利息比较低的地方呢，比如说日本，他们的房价在美国升息的时候创了历史的记录，因为日本在降息啊，日本市场上有很多的钱，所以大家都去日本炒房。台湾也一样，虽然没有降息，但是台湾升息的幅度对比全世界是很低的，所以台湾依然有很多的钱，房价依然还是很坚挺。那中国内地也降息啊，但是因为贸易战，外来的资金呢没有以前那么容易进入了，而且内地房贷的利率其实降了都依然还是很高的，这里我就不多说了。那2024年美联储降息，房价会不会涨呢？钱被解冻了会怎么样？你需要这个答案的话，我建议你去听那些没有买过房的所谓专家去吹牛，因为他们会给你一个很满意的答案。而我的答案是，永远不要去预测短期的房价，我们只做大概率的事件。我们只需要知道，当通胀和印钞票这个游戏持续下去，房价尤其是蛋黄区的房价长期来说都是上涨的。我们投资的布局呢，就是玩胖虎一样的游戏，在降息之前去蛋黄区囤房去播种，因为蛋黄区拥有最好的学校、最好的企业、最高的收入、最方便的交通、最健全的医疗制度、最好吃的饮食，还有最好的文化等等。所以对于我们而言呢，投资永远是投蛋黄区的，其他的都可以租而不是买。很多人问我把房子租出去，那我到最后不也是要租房子来住吗？对啊，比如说你在蛋黄区买了房，然后出租，你就可以先委屈一下，在蛋壳区租一个便宜1半的房子。甚至比如说我在香港、日本、内地、越南、台湾买房，但并不代表我要住在这些地方啊，我人长期都不在这些地方的，因为我赚钱没有地域的限制。你可以看到可口可乐的 CEO 年薪5000万美金，但是他要去做管理、营销、产品等等的工作。而巴菲特投资了可口可乐，他的年回报率是5个多亿美金。也就是说，投资股票就是让上市公司的老板替我们打工的。而我的股票投资班不但现在是免费的，而且还会告诉你一个容错率极高的股票投资系统。我们不受地域的限制，只需要每天花最多1个小时的时间去布局，然后其余所有的时间都不需要做任何的工作，然后把赚回来的钞票都拿去投资房地产，或者买辆保时捷去陪家人度假享受人生。那么不想要错过的，一定要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赶快去报名，错过了可能就在2024下架了。那么你可能会问，房租收回来都是用来付月供的房贷啊，实则自己没钱进口袋的。这个我解释过很多次，还是有人问。你每个月还的房贷里面有一部分的钱是支出，也就是利息，另外一部分的钱呢叫做本金，当你卖房子的时候是可以取回来的。所以你头1年可能收3万3的租金，
然后呢，你的房价假设刚好也是3万3。OK， 你第一年交的房贷里面可能有80%是利息，有20%是你的本金，而10年之后呢，就变成了50%是利息，50%是本金。20年之后呢，可能变成20%是利息，80%是本金。但是10年之后，你的租金可能从3万3涨到5万，20年之后可能就涨到10万了。等同于说，随着时间越来越长，你的利息支出呢变得越来越低，还会贬值，但你的租金收入呢却变得越来越少。慢慢的你会发现，你的财富在不用房价暴涨的情况下就已经累积起来了，这个才叫做投资。所以买房自住，只要能挺得过去，能够还得上月供，长期来说你的财富都会比那些没买房的人多几倍的。你可能还会问，美国升息，我们每个月还的钱也会增加，那你就要记着，这个月供呢，不管怎么增加，一年下来呢，可能也就多供个1-2万美金。那我就算美联储3年都不降息了，最多呢，也就是多付10万美金的利息。但是这套房子在升息的阶段，房价调整，我们可以用便宜20万来买。那这样是赚了还是亏了呢？很多人说2023是一个很差的年份，但是我们借古鉴今，日光之下呢，并没有新鲜的事物，比今年更差的场景呢，都出现过10次以上了。但是关关难过，关关都能够去过。就算你靠赌去买房，房价会涨的概率都会比跌的高。更何况今天你可能已经开悟觉醒了，已经领悟了炒房跟投资的区别，已经领悟了投资者跟其他人的区别。你只需要记着，在印钞通胀的游戏不变的情况下，我们只需要提前准备2样东西，一个是现金，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胆子。现金呢，你可以报名免费的股票投资班跟我去学，而胆子呢，却是需要长期观看我的影片才能练习到的。所以记得订阅点赞。那这是开玩笑啊，但也不是开玩笑，因为下一集我会公开2024年其他的赚钱机会和趋势布局。毫不夸张的讲，最重要的内容呢，在下一集。记着，我每周四8点30分都会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你不想要错过，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好了，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我就心满意足了。如果你喜欢这种正能量，也可以为我撑腰点赞，并且把影片和正能量分享出去。你以为这是在渡人，其实是在渡你自己啊！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